从俄乌战争开始的那一天，很多人都在等一个场景：俄罗斯被制裁到崩溃，卢布狂跌，普京扛不住，被迫回到谈判桌。可问题是，3年过去了，俄罗斯非但没倒下，甚至在某些数据上表现得十分稳定。毛熊的经济真的这么硬，还是只是强撑？今天我们就把这层窗户纸捅破。你可能想象不到的是，俄罗斯没有看起来那么强，但也绝没有西方想的那么弱。俄罗斯军工和武库依旧在世界上有着不可撼动的地位。想让俄罗斯倒下，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那俄罗斯的短板究竟在哪里？答案是经济。自苏联解体以来，俄罗斯在经济上一直十分拉胯，军事经济发展严重失衡，一面的军事上发展迅猛，另一面在经济上却始终未能摆脱发展中国家的命运。轻工业制造业成为俄罗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重要短板，这是因为俄罗斯几乎将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重工业上。那么俄罗斯究竟是靠什么维持国内经济的？能源。俄罗斯的天然气存量世界第一，俄罗斯靠能源出口赚钱。俄乌战争以前，欧洲大多数的国家都需要从俄罗斯进口能源，也是俄罗斯能源出口的重要客户。但战争打响后，为了支持乌克兰表明自己的立场，欧洲一面对俄罗斯进行严厉的制裁，另一面高喊不要俄气的口号。欧洲本想用拒绝天然气掐断俄罗斯的能源出口这条贸易通道，谁知俄罗斯转头将目光放在了亚洲，印度、中国、土耳其成为了俄罗斯最大的客户之一，尤其是中国不仅体量大，而且需求多，俄罗斯照样赚得盆满钵满。更让欧洲憋气的是，土耳其从俄罗斯进口天然气后，转头再将天然气卖给欧洲，当起中间商的土耳其也数钞票数到手软。这波操作下来，欧洲不仅没占到便宜，还要花高价从土耳其手里买天然气。俄罗斯不仅挺住了危机，甚至还小赚一笔。对外，俄罗斯猛打能源出口这张王牌；对内，俄罗斯则通过强力宏观干预、调整政策的方式稳定国内经济。俄罗斯央行曾一度将利率飙升到了 21%， 遏制通货膨胀的同时，最大程度地稳定住了卢布。在财政上，俄罗斯也通过提升税率的方式增收优化支出，因此那些等着看卢布暴跌笑话的人不仅大失所望，反而被普京的一招卢布结算令打得措手不及。普京强调，购买天然气就要使用卢布结算，加上严厉的资本管制，即不允许随便换美元，不许大额资金外逃，不仅稳住了卢布，甚至让卢布一度成为全球表现最强的货币。不过，这种政策虽然稳定了货币，但也有弊端。行政手段的强压让卢布外在表现稳定，但内部却已经暗流涌动。表面之下是俄罗斯日益畸形的经济结构，由于经济严重依赖能源矿产，导致俄罗斯陷入了单一的经济结构之中，加上战争未结束，导致不得不用民用产业、轻工业、制造业以及高新技术领域换军工产能，经济萎靡状态凸显。尤其是在高科技创新领域，因为战争，大量的高科技创新人才选择出国另谋生路。这种创新人才的流失对俄罗斯的长期发展是一种致命性的打击。除此之外，为了供应前线作战，俄罗斯不得不进一步加大军费开支，这就造成了医疗、教育、民生与军费之间出现严重失衡的问题。为支援前线，国内经济受到严重损害，企业发展受阻，更不用说房地产等传统行业了。可以说，俄罗斯所面临的发展困境也不小。然而出人意料的是，俄罗斯官方公布的数据显示 GDP 的下滑幅度很小，这难免让人感到疑惑，怀疑数据背后存在猫腻。深入了解后，不难看出，俄罗斯在计算 GDP 时，直接将军工产业，包括坦克、炮弹、导弹的生产也算在内。更重要的是，为了保证对外数字的好看，政府加大了补贴，从而让企业强制运转。但这样的直接后果是，这种表面上的数据好看，却并不能改善百姓的真实生活，反而会导致物资更加紧缺。受战争影响，国内商场货架上的商品种类越来越少，但价格却越来越高，普通百姓的日子也是越过越紧。毫不客气地说，这场战争多打一天，对俄罗斯民众来说就多一天的煎熬，多一天忍受不断攀升的物价，生活水平严重的被拖累。这也引发一个问题，西方的制裁对俄罗斯来说真的没有影响吗？或许至少从目前来看，尽管俄罗斯民众生活水平受到影响，但从俄罗斯的整体经济来说，西方的制裁似乎没有达到让俄罗斯立刻崩溃的效果。但从长远的角度来说，俄罗斯经济不可能不受影响，毕竟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俄罗斯有家底，也有一定的实力，在短期内不受西方制裁的影响。但也不可否认的是，俄罗斯已经到了外强中干的境地，内伤也开始显现。
尤其是在科技缺口、人才缺口问题上，影响会越来越突出。大量科技人才的外流，让俄罗斯本就瘸腿的轻工业实力越来萎靡，这就导致一个问题的出现：即便军工业再强大，俄罗斯也因为存在经济短板而无法双腿走路，发展速度可想而知。最关键的是，能源天生有一个致命的问题，那就是其具有不可再生性。说白了，就是用一点少一点。所以，即便从现在来说，俄罗斯的天然气、石油资源存量仍然在世界上有优势，但能源总归是越开采越少。对俄罗斯来说，如果真到了山穷水尽之时再转型，恐怕早已无回天之力了。因此，或许俄罗斯目前可以不受影响，但毫无疑问，俄罗斯未来的路将越走越窄。当下，俄罗斯的民众还能忍受俄罗斯面临的各种困境，毕竟在上世纪90年代，在卢布一天贬值几十倍的艰苦条件下，俄罗斯人民到了每天到商店排队买面包的境地，最终还是挺了过来。所以这一次俄罗斯的百姓也很大程度上会选择忍下来，而普京也在国内不断释放一个我们在与西方打民族生存之战，也让百姓的眼下的困难转为了爱国情绪。这也是为什么俄罗斯在面临巨大的经济压力面前，国内民生依旧稳定。对俄罗斯来说，对内稳住民众就已经在战争中赢得了一大半。不过更关键的是，如果战争依旧未能停止，未来俄罗斯究竟还能撑多久？事实上，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没有简单的答案。俄罗斯要面临的最大问题是，能源是否还能持续卖出去。现阶段来说，中国、印度、土耳其依旧是俄罗斯能源的大客户。换句话说，只要这些大客户愿意买，俄罗斯的经济就不至于崩盘。但问题的关键是，如果全球能源价格来个大跳水，或者买家继续压低价格，俄罗斯的经济将立刻受到影响。换句话说，这不是卖方市场，而是买方市场。俄罗斯在能源出口上的主动权并不多，主要依赖的还是买家，而在芯片、工业以及关键零部件上，俄罗斯的困境还在于国内生产不出来，只能依靠进口。虽然现在能以灰色渠道避开西方制裁买材料，但这些原材料的缺口并不是一时的，而是长远的缺口。一旦工业上零部件的缺口越来越大，俄罗斯国内的工业升级将受到阻碍，甚至停滞。更恐怖的是，俄罗斯一边用能源换钱，一边又将钱几乎都转化为了军费，赚的没有花得快，导致的最终结果就是军费的巨大开支不断吞噬着有限的财政预算，欲壑难填的境遇下，只会让财政资金越来越紧。这些困境并非危言耸听，而是俄罗斯不得不面对的现实。然而，普京却依然没有打算立即做出停战的想法。为什么普京在赌？他赌时间，赌欧洲国家最先扛不住高价的能源，赌美国最先低头，用牺牲乌克兰的利益为代价，换取与俄罗斯的和平。同时也在赌中国将继续保持与俄罗斯的友好合作。很明显，只要俄罗斯赌赢了，就意味着普京能持续稳定国内局势，保持经济不崩盘。但既然赌，有赢就有输，一旦赌输了，意味着俄罗斯内部的压力挺不住，有可能爆雷。说白了，俄罗斯当下表面出的韧性是一种生存性的韧性，而不是发展韧性。至于在这种条件下能撑多久，谁也没办法给出准确的答案。唯一可以肯定的是，这场战争的最终代价是一场消耗战，只不过不仅是人员的消耗，更是国家利益、经济利益的消耗，更是牺牲国家发展机遇和未来可能性的消耗战。当下的毛熊并没有倒下，但能力却一点点的被消耗。什么时候能恢复元气，注定是一场漫长而艰辛之路。普京在我国有多受欢迎？2023年10月17日，俄罗斯总统普京乘坐专机抵达北京国际机场首都，此消息一出，立马登上各大平台热搜。这也是他第20次访问中国。你知道为什么中国人那么喜欢普京吗？可以说，没有普京强硬与欧美国家的对抗，分散了美国对我国的注意力，我们中国也不会迅速崛起。普京是一个让西方和美国都闻风丧胆的人，他做事雷厉风行，从不拖沓犹豫，他能开战斗机上前线，也是一个柔道高手。普京在外面一直以强硬而闻名，但是他对中国却有着柔情的一面。在新冠疫情刚爆发的时候，美国及其一些盟友没有给予中国同情和支持，反而在国际上对中国进行了毫无根据的抹黑。当时只有俄罗斯总统普京带头站在了中国的一边，他公开抨击了美国的恶意行径，并主动为中国辩护，还慷慨地向我国捐赠了23吨的医疗物资。这样的友谊让我们看到了普京对朋友的真诚和善意。
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爆发，这也是中俄关系加速发展的契机。当时中国面临着南海危机，美国肆意地将他们的航母开到了南海挑衅。就在我国处于危急之际，克里米亚政坛上发生了翻天覆地的转变。在西方的干预下，他们选出了亲美的总理，打算以此控制克里米亚地区并对付俄罗斯。但普京没有畏惧西方的压力，他直接动用了武力保护克里米亚的局势。欧美看到普京对克里米亚如此强硬，就把所有的注意力转向了普京。中国趁机抓住了发展的良机。当克里米亚人民决定通过公投脱离乌克兰并归入俄罗斯的怀抱的时候，欧美对俄罗斯展开了经济封锁，试图让普京屈服。然而普京不仅没有向欧美低头，反而以牙还牙，发动了反制裁战争，并宣称俄罗斯不惧怕西方的恐吓。这时候的中国也是因为普京的反制裁战争，让中国南海没有那么紧张，也让中国有了更多发展自身实力的时间。普京为何赢得中国人的敬仰？他多次在国际上声援中国，加上他对西方国家态度绝对的强硬，因此让美国把战略重心放在了欧洲，才让我国有了足够的时间发展。当美国意识到中国强势崛起的时候，我国已经成为了一个可以与欧美平等对话的国家。2017年，美国将中国定为了他们的主要竞争对手。拜登上台后更是同时对中俄施加压力，试图破坏中俄之间的友谊。但这样的做法只会让美国自掘坟墓。美国还在各种场合上对俄罗斯发出警告，污蔑中国不是真正的朋友。但拜登高估了自己的影响力，对于普京来说，美国和欧洲都是虚伪而不可信的。因此，普京继续和中国保持紧密合作，共同抵抗美国的霸权主义。那么他又是如何带领俄罗斯走向强国之路的呢？2000年，普京接替了叶利钦，成为了俄罗斯总统。从那一刻起，普京开始了俄罗斯的复兴之路。当时俄罗斯国内经济萧条，国家的大部分财富被七大寡头所垄断，社会贫富差距越来越大，超过 40% 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很多俄罗斯人民连基本的生存都难以保障。也许当时没有人会相信一个新上任的普京，但在后来的时间里也证明了，这位年轻人逐步将俄罗斯带向了一个强盛的国家。而普京改变俄罗斯的第一步，就是打击国内七大寡头的势力。普京警告他们不要干预国家事务，但这些寡头们似乎不把普京的话放在心上，他们觉得已经控制了俄罗斯大部分的经济命脉，就连前总统叶利钦都不敢动他们一根毫毛，何况一个刚上台的年轻人。但这些寡头们错估了普京的决心和手段，他们没有想到这次谈话是他们最后一次机会。后来普京这些寡头们全部清除掉，在普京强势的打击下，俄罗斯的寡头集团从此消失在历史中，而他们所拥有的财产也被收归国有。直到2008年，俄罗斯外汇储备已经成为了全球第3，在世界上树立了威信。从此，普京的能力也让全世界都为之震撼。有人说，中俄能有今天的友谊，应该谢谢美国，这是为什么呢？普京为何这么喜欢中国？他从2000年开始累计访问中国20次了，可以看出普京对中国的喜欢程度有多高。而且如果没有普京在国际上的强力支持，我国发展也没有这么顺利。普京刚当总统的时候曾向西方投橄榄枝，为何最后又转向东方大国呢？普京在刚刚成为总统的时候，俄罗斯正遭受着苏联解体后的动荡和衰落，国内经济困顿，大部分民众连温饱都成问题，国际地位也跌落谷底。当时普京希望能够通过加入北约来赢得西方国家的支持和帮助，让俄罗斯重新站起来。可惜普京的诚意并没有换来欧美国家的尊重和回应，他们不仅拒绝了普京的请求，还在俄罗斯周边部署导弹防御系统，以此来威胁俄罗斯的安全。这让普京深刻地意识到了西方国家的虚伪和敌意，他决定放弃与西方的合作，转而与中国等邻国建立友好关系，并且采取强硬的外交政策来对抗西方国家的干涉和制裁。也许美国现在后悔没有接受俄罗斯加入北约的提议，因为他们不仅失去了一个盟友，还得到了2个强大的对手。在普京的领导下，俄罗斯逐渐恢复了自己的实力和信心，
与中国等国家开展了广泛的合作，在经济、军事、科技等领域取得了显著的进步。中国也因为普京与欧美对抗这10年中，获得了更多的发展空间和机会，并且在这短短10年时间内，成为了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如果没有普京这样一个强硬的领导人，中国可能还需要更长时间才能实现自己的崛起。当然，中国也不是一个忘恩负义的国家，在俄罗斯遭受西方制裁和新冠疫情时，我国也及时地伸出了援手，向俄罗斯提供了经济、医疗等方面的支持和帮助。普京在我国人民中享有很高的声望和好感，他坚强而果断的作风让我们敬佩不已。普京面对西方国家的压力而不屈服，多次为中国分担了很多困难和危机，使得中国能够专注于自己的发展和建设，自然是受到我们赞扬和感激。面对西方国家日益增长的威胁和挑衅，中俄关系将会更加紧密和牢固，共同维护自己的利益和尊严。